好，来看到的是呢，美中现在说军事上面可以直接来看看谁比较厉害，矛与盾的对决。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现在说巴基斯坦呢，他们去空袭伊朗，这是其实是在逊尼跟什叶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互相的比劲啦。那当然，巴基斯坦他现在呢派出的是什么？是他们跟中国买的歼10C，这也算是歼10C的第一次大家看到它的首次实战。这一回呢，他们是直接在清晨的时候派出歼10C猛龙战机，还有中巴联手打造的 JF-17雷电啊，也就是解放军所谓的枭龙战机，对伊朗的东部发出了数次的空袭。那虽然是这样，可是问题是对于中方来说，伊朗也是他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啊，巴铁嘛，那怎么办？大家不要打架，打个电话讲一下吧。所以呢，现在就看到了，在中方呢双方的斡旋之下，从中调停，所以他们两方的外长呢也开始通话，想要为局势来降温。只是呢，在这一个地区上面，大家怕的就是会不会整个区域烧起来。从红海开始，路透报道就说了，伊朗还有真主党派，他们现在有派指挥官自己到也门这里来坐镇，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在也门这边本来是青年军他们的一个袭红海的行动变成了伊朗加进来，这个约旦的这边的真主党也进来，那就变成一个地区性的，哇，那可能就是会让这个局势越拖越久，越拖越久，当然就是不容易解决了嘛。美国现在说呢，要加大力度来打击，毕竟过往呢他们6度空袭，结果呢只摧毁了1/3的武装，让大家开始在说，你们现在这个治标不治本，而且反而给了他们回击，甚至是攻击一个非常好的理由，给了他一个好理由。红海危机呢，其实不只是影响到区域上面的一个局势的安定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对于全球的货运非常的巨大影响，因为呢，汽车链现在就添出了变数了。好，目前呢可以看得出来是船舶，因为它必须呢就要这样子绕好望角，它没有办法再从这个地方来通过，那就会变成它要花的时间更长，要花的钱更多之外，这个地方气候不那么好，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海盗在这里出现，所以呢就会让大家开始觉得红海局势紧张。那现在石油啦，或者是运输等等，通通都会跟着延迟。对于美国来说，原油的供应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刻吃紧了，因为壳牌已经直接讲他们没有要从这个运河这边来经过了。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美国媒体的分析说，红海危机呢现在对于供应链的破坏，甚至比新冠疫情的初期都要还来得严重。海运的部分呢，现在大家也看到，在海军上面，以前大英帝国海运非常厉害，航海实力非常强，但现在出现了三宝的状况，也就是说呢，他们的皇家海军扫雷舰在靠岸的时候，竟然把另一艘船舰撞了一个大洞，这以前从来都不会出现。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样一件事情？让大家想问，英国现在您的实力到底在哪里，或者是您的水平到底在哪里？怎么会靠岸就直接把人家船，你就看往前进，船停在那也没动，他就一直往前，把人家给撞了一个大洞，让很多人都掉碎了眼镜。而目前呢，他们的警方也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要因应的是中俄跟伊朗对他们的一个威胁。虽然讲是这样讲啦，但是他们的新外相卡麦隆已经呢就任了。那现在卡麦隆先前在就任之后，虽然也有一些态度上面的表现，只是过往黄金10年就跟他有关。现在呢，传出他在最近就会来到北京这边进行访问，有没有可能英中关系、中英关系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转圜？大家的观察指标，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巴基斯坦跟伊朗这一战开始。对，其实巴基斯坦这跟伊朗这一次这个军事冲突表面看起来好像两国互相这样轰炸对方的领土而实际上他们轰炸的对方的领土都不是在这个对方完全实际掌控的地区，而这个地区里面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者，那这是有一点点三不管啦。也就是说，其实，在伊朗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边界线有一个很大的民族叫贝路兹民族，贝路兹人，他们是要寻求独立的，他一部分领土在巴基斯坦，一部分领土在伊朗，所以它是夹在伊朗跟巴基斯坦中间一个，就有一点像库德族一样那长期他就是在用这种说恐怖行为来达成他的这个独立的目的的。
所以伊朗也很头痛，因为在巴基斯坦这边的贝鲁兹人呢，就跑到伊朗去进行破坏。那在伊朗这边，贝鲁兹人就跑到巴基斯坦这边来进行破坏。这两国，伊朗跟巴基斯坦对这一些这个贝鲁兹分离主义啊，是相当的头痛。那照这个据媒体的报道，事实上前一阵子在伊朗境内的贝鲁兹这些分离主义曾经发动恐怖攻击，造成了大概100多人对不起，在巴基斯坦这边的贝鲁兹恐怖分子去跑到伊朗境内进行攻击，造成什么呢？造成了100多人的伤亡。所以呢，伊朗就决定要把这些贝鲁兹人的老巢在巴基斯坦境的这些贝鲁兹老巢把它攻击，把它歼灭。所以呢，就发动了导弹的攻击。那这个导弹事实上是相当准确的，它并没有伤及太多的无辜。可是问题，这个导弹打在现在事实上法理上是属于巴基斯坦的领土。所以巴基斯坦就强烈抗议。那么事实上很有趣的，这两国不但过去关系很好，而且正好在举行什么呢？在举行海军的联合军演。那巴基斯坦突然发现这个事以后他也在第二天他们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用一个非常审慎的语言说，因为要打击在伊朗境内的贝鲁兹，用伊朗境作为掩护的以巴基斯坦为对象的贝鲁兹这些分离主义者破坏巴基斯坦行为，他们掌握了确切的情报，用非常精准的方式打击了在伊朗的境内的这些贝鲁兹分离主义者，目标不是针对伊朗。这做法有点像伊朗打巴基斯坦是一样的。是。那这个发生以后，事实上双方也都把他的这些大使都调回去了，外交上有降级。可是呢，就在昨天，双方政府说已经事过境迁了，我们现在已经前嫌尽释，已经没有问题了。那巴基斯坦用的武器，它是用了6架无人机，还有就空中的飞弹攻击，就是从这个刚刚讲歼十歼 F-16C。所以也有人也在说，是不是伊朗跟这个巴基斯坦两国在唱双簧他们为了打击这个贝鲁兹这些恐怖分子所以呢，双方就讲好了互相攻击，都没有打到对方，都打到这些双方的分离主义。所以现在的国际情势是非常复杂了。所以不过这个所谓的大家很惊奇的伊朗跟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冲突大概不到1个礼拜就完全落幕了。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插曲，很多人很害怕这样子的冲突会造成这个以巴战争的这个外溢是看起来目前还没有发生。是，请教将军。其实这件事情简单来讲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互相清理门户。我认为的恐怖分子躲在你国家，你认为的恐怖分子躲在我的国家，然后我们互相双方打我们自己认为的恐怖分子。所以说，其实不影响两国的外交了只是说，那另外这件事情来讲，有2个亮点可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使用了歼10C的战机跟枭龙战机，其实是无形之中替这个歼10C战机做广告，然后这个它就真的有实战。当初传言就是说，这一款战机它的性能是比照 F-16战机了。那现在经过实战的验证之后，那可能很多军事的学者或专家会专门观察这次的这个战况、战果以及它的效能怎么样。那我想说，如果说这次确实好的话，巴基斯坦后续跟这个中共采买后续的 FC-31的机会会很大。那第二个亮点我要讲伊朗这一次来讲的话，它不是光打巴基斯坦这个正义军的这个恐怖组织，它还打哪些？它还打伊拉克跟叙利亚这2个国家，尤其它特别的所谓叫做这隔山打虎它特别打叙利亚给谁看？给以色列看。为什么？它用的那个导弹它打的距离是1300公里，1300公里可以打哪里？所以说从伊朗发射可以打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他是打给以色列看的，我可以打你那个地方。他歼灭的是库德族，库德族是 ISIS 的一个富商了。然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逊尼派的，积极型的逊尼派。其实伊朗我们知道他是什叶派，他们也是这个穆斯林世界里面，其实什叶派跟逊尼派也是有很多矛盾。他这次特别去打这个叙利亚，
那为什么他去打叙利亚？因为他们就像是刚刚大使所讲的，他们之前的一个民族英雄叫苏莱曼尼，在这个月3号的时候，在对他实施一个纪念大会的时候，被这些伊斯兰国用这个恐怖攻击的手段，这个打死了95个平民，那他们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他的报复行动有2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我打你叙利亚跟伊拉克，那我也警告你以色列，我可以打到你那边。是。那至于红海来讲的话，我觉得说是这东西没完没了。你美国，你除非说是用地面部队进去，不然光空袭来讲的话，是打不了这些恐怖组织的，是没有效果的。请教彬哥。我觉得伊朗这次的动作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刚将军也提到了，就是他不是只攻击一个地方，他攻击了3个方向。对。那巴基斯坦这边主要是针对这些所谓的武装组织，那其实主要就是俾路支这边的一个反叛组织，因为俾路支其实就游牧的意思啊，就是他们这些游牧民族虽然是伊朗人的一支，但他们一直想脱离伊朗跟巴基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那在2个地方都一直闹一些动乱纷争，所以2国都对他们很头痛。那巴基斯坦跟伊朗之间边界大概900公里长，他们就一直在这边进来又出去又进来。所以这2个国家对他们都很头痛，都很麻烦，所以就一直在想办法要弄他们。那可是问题是，他打叙利亚跟伊拉克这边就不一样，因为他打叙利亚跟伊拉克，除了叙利亚那边是刚刚将军讲之外，伊拉克那边他其实打的是以色列人在伊拉克那边的据点，这据点情报中心。那据说获得了成果。那你也知道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个个性，对，他一定会以牙还牙。所以他现在假设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他们真的攻击到摩萨德的据点，然后造成伤亡的话，接下来以色列绝对会找机会报复，一定会。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密切关注这个东西，因为他现在就在看伊朗，你到底是要卷入这场战事呢，还是只是想适度做。好，带你来看到在国际局势的部分哈。现在在新的开年，大家都知道，每年中国新开年，他做外交，他得从非洲这一边。南方国家的头要先来这边看看兄弟们，所以王毅呢马不停蹄外交布局，在非洲这边绕一圈之后呢，现在直接来到南美，然后到了中美，现在陆续的在访问进行当中。这些南方国家当然啦，一带一路关系非常密切之外，牙买加为什么这一次会特别来到这边？他说，因为这是第一个跟大陆签署一带一路的加勒比海国家，所以等于他又再拓进一步了。巴西不用讲了。卢拉一上来之后呢，跟中方的关系完全修复跟修缮，现在双方要再加强高层的往来，同时呢，这个外长级的对话、高委会的对话全面动起来，这一些呢，基本上就是再续前缘啦，让他们经济能够再下一城，因为呢。上到太空，下到大豆，您来看看，中巴要携手下一个黄金50年，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很明确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彼此合作的部分越来越多元了。大家都知道了，巴西呢是中国在拉美这边最大的一个交易伙伴，国际事务当中的作用，当然彼此之间也是非常的互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科技的部分以及交通的部分。您看中国的动车现在在智利这边已经开始起运了。看看这个画面，这个其实呢，对于南美来说，他们觉得是一大突破。原因是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高速的列车，那现在呢，中国制的这个动车直接在南美这一边投入载客营运，最高时速可以来到160公里，已经是目前南美洲最快的一个轨道列车。中方现在呢，透过一带一路，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建设南美这里，一路希望能够通到哪里？通到秘鲁去。原因是因为这边呢，如果说它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港口，它就可以在南美的贸易这边直接切过去，它不需要再绕那么远了。它透过陆路，透过这个快速的道路轨道车，它能够直接送货，用海运的方式把它给串联起来。如果在秘鲁这边呢，他们这个大型港口能够赶紧在今年底正式营运的话，这边可以容纳最大的货船。那货船呢，直接开到亚洲去，就缩短大概有2个星期的航行时间。这一来一往，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就是一个最大挑战。毕竟南美他们一直
以为是自己的后花园，看起来现在跟中方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所以中美的部分呢，现在要看的是经济上面的变化，军事科技不用讲，一路会站到未来，但科技财经上面呢，大陆现在呢是增持了美债7个月首见，反映的是彼此之间的细微变化。现在确实啦，在外交上面，在商务上面，甚至在军事上面的对话，慢慢的恢复了。所以以前抛掉了美债，现在是不是因为关系回升，不然好啦，我再减一点回来。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叶伦又想要再去中国，谈的是中美的金融合作，想要定期会晤。当然，大家也在想啦，2024开年，你们应该有一些美债需要再继续找买家了吧？叶伦这一次去，会不会也是需要做一些业绩呢？同时，美国的国会2个委员会现在开始来调查瑞典和瑞士跨国工程在中国的业务，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发现了，是不是大陆这边又把起重机直接卖到美国的港口啦？那这一些会不会又影响到这个被认知作战之外，有没有在窃听啦？有没有在窃取我们的资讯啊？之前不是说起重机那个也会有摄像头，也可能会扫到一些重要的讯息。中美之间的对抗，从科技面，从务实的，比如说港口啦、货运层面，到经济层面，到南美这一边，一而再、再而三的都被大家提及。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看？王毅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从非洲这边的外交出访来开年，而这一回比较特别的是南方国家，所以走完非洲，直接走南美。对，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整个的外交啊，它是从去年开始就进入个大外交的时代。那这个有几重原因啦，一个就是说突破美国的全球性的封锁啊，是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是采用是围堵策略。那在围堵策略下，中国大陆就是全球地方它都突围。那么在全球性的事务的时候呢，它有比较多的朋友，那不会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这个围堵变成他势单力孤。那传统他就是跟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从这个毛泽东时代就开始，那时候毛泽东的这个全球战略就是3个世界。第一世界就是当时的冷战的时候，美苏2大超级强国。第二世界呢，就是这些欧美日欧洲还有日本这些比较发达国家。那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就是亚非拉的小朋友跟黑朋友。那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传统这个在外交的战略布局上就非常重视亚非拉。那非洲过去在这个尤其联合国各种表决案子的时候都是一面倒向支持中国大陆。那在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美国全面的围堵之下那他更觉得这个第三世界这些国家传统的友谊他不但要深化，他还要加强。那这是针对中国大陆全球围堵。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全球开拓市场。是这个市场的部分对中国大陆来讲，虽然中国大陆一直跟美国讲说我们不要脱钩我们还是彼此要发展正常关系那跟欧洲也在讲说，这个双方的经贸关系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可是如果说在欧洲美国带头的跟中国大陆所谓的这种脱钩经济脱钩还有这种搞这种所谓小院高墙的科技制裁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还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美欧市场的话，那就显得太不智了。所以事实上，王毅除了这个战略上要稳住第三世界跟他的关系，另外还希望开拓跟这些第三世界的经贸合作关系。是。那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事实上基本上就是协助开发中国家进行基础建设的发展。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这种基础建设发展，事实上对中国大陆跟这个这些接受一带一路所谓的基础建设元件的国家是互利的。比如说在秘鲁建的这个巨型港口对，那它的营运就由中国大陆来负责。是。那另外一方面，它把秘鲁发展它的这个怎么讲呢？它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基础建设以后呢，那么中国大陆跟秘鲁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经贸的发展这个所谓的这个物流的部分就可以解决了。另外一方面，以秘鲁作为一个发展的一个一个点，一个 hub，
也可以跟周边国家就建立更广泛的经贸联系。因为这个港口它是商港，不是军港，它基本上是做生意的。我今天要跟你做生意，如果发觉你做生意的基础条件不够的话，你的东西卖过来不方便，我东西卖过去不方便，我帮你建一个海港够不够？那你海港一够，你的东西进来，我的东西过去，事实上就互通就交流了。所以中国大陆是看得比较远，它是等于说你不会钓鱼，我给你个钓竿，那最后钓到的鱼，我们两个来怎么样？我们两个来互相来怎么交易？所以这个是经贸部分。另外一部分，我也觉得就是说，在多边这个外交场域的这个竞争未来中国大陆可能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台湾问题台湾这个海峡两岸若发挥这个关系有一些变动的话，那么联合国的体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就需要这一些广大的他的第三世界的朋友在投票的时候站在他那边。那比如说啦，如果美国现在不只是国会说2758号协议有问题，那在联合国大会要推动一个协议案，说2758号决议案没有解决台湾的地位的问题所以呢，台湾的地位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吧，我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讨论，或者工作组来讨论一下吧。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呢，如果联合国同样这样决议案的话，就比美国单方面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所谓的国际这个国际法地位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讨论案来影响就大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如果他都在做防堵，就跟这些国家，我们这个报道，我们这个讲都他去这些国家都讲了一个，就是说经济合作或者他其实跟这所有国家都有一个条件，就要这些国家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他都要去重申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大外交目前来讲的话，从今年开年来还是去承袭他去年的。今年还会加强，就是第一个突破美国的围堵，另外一个发展经贸关系，第三个未来在国际组织上获得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更大的支持。好，确实啦刚刚这大使呢，他从外交层面来帮我们分析，但是呢，对于秘鲁这个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商港，但是对于很多的美国，特别是战略的学者来说，他们就认为哪那么简单啊？现在如果真的让它有这么样一个港，你来看看这个位置就在这边呢，秘鲁这边。那当然他是说从巴西这边我有东西直接从这里出去，我不用这边呢绕一大圈，然后再过去省时。但对于美国来说，他看到的是哇，直接就在我家后院要有一个港，那么大的一个港要给他用，他们心里头就会比较胆怯一点点。来请教一下将军。这是我们知道中国它的外交确实是已经做到全球外交。以前每一年年开始的时候，这个王毅去国外访问，第一站一定都到到非洲去。今年还是不例外，也是先到非洲。但你看看他非洲访问的国家，我们从地图上面可以看，那第一个就到埃及。为什么到埃及呢？因为埃及有这个苏伊士运河掌控在他手上嘛，他运输的路线。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大家前2天的新闻就是这个中共总理习近平接见的第一个国外的国家领袖来访问的国家叫马尔地夫。马尔地夫在哪里？在太平洋的南端，印度洋的南端。也就是说，大概印度洋这一块，这个中国大陆大概都已经掌握到这个地方主要的一些港口航运的设施的安全，包括云壤基地或者是这个巴拿马运河等等都掌握到。现在最重要，我觉得是说，除了秘鲁之外，另外他大家都要去访问牙买加。牙买加是一个岛国，大家看看牙买加地图位置，它就面临着哪里？面临着巴拿马运河，它就在巴拿马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加勒比湾那个地方。如果说跟秘鲁这边连接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它将来的海上的运输路线，从太平洋直接到秘鲁以后，再透过这个牙买加可以直接到欧洲来讲，这是不管东西两大洋，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路线。所以我觉得说这是着眼于一个全球一个战略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外交形式。所以它第二站从非洲之后的第二站就到南美洲这些国家。那当然巴西更是不用讲，它本来从最早开始就是中国的贸易的很大一个伙伴。我们那时候就知道有金砖5国，它不管是在这个大豆农产品方面，另外最重要的是巴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矿产，是未来很重要科技矿产，是锂矿。它锂矿很多，那在中国来讲，如果能够掌握到锂矿，也掌握到这个南美洲的一个重要一个出海口的话，建立这些港口来讲的话，我想对它国家以后经济发展是很大一个助力。另外，我们特别要讲说是美国真的是
恐中恐到就是已经失去理性了。他居然这个要停止这个美国国防部不可以跟中国买它的这个电池。我们要知道宁德时代或者是比亚迪这种电池，这完全是科技的东西，就科学就是科学嘛。它做出来的东西，它叫做磷酸锂铁电池。那欧美其他国家目前叫3元锂铁电池，三元是哪3元？镍、钴、锰这3种元素，这3种以金属元素来讲的话，它的价格就是比铁要高。我们知道铁的获得的这个路子比较广，而且它价位比较低，比这个镍、钴、锰这些元素都要低。所以宁德时代或者是比亚迪，他们的科技它运营到这种程度，它可以用比较低一点的价格做出来比较好的电池，尤其是它的刀片电池这种科技来讲的话，它可以在比较严寒的地方，像这2天美国你注意看，今天的新闻都还在报道，美国有一些这个因为气候突然一下子北极气流涡旋的影响，美国北方的地区它很多电动车它没有办法充电了。为什么？这个电动电池来讲的话，如果天气寒冷，它是会降低它的效率的。那这个比亚迪跟宁德时代，它可以克服这种困难。其实这对每个国家来讲，就是如果说你要发展你国家科技或国家能源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你美国现在就是恐中恐到已经是失去理智的一个状况，居然禁止这么好一个东西卖到你自己国家，而禁止它使用，我觉得这是美国自己的损失了。请教一下彬哥，你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会选择跟巴西合作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巴西原料非常多，那可是它的基建并不发达，那中国大陆的强项就在基建，所以这双方当然有合作的契机，而且双方在经贸上是结合越来越紧密。那特别现在连航太的这些科技，双方也在合作。那巴西虽然有一个庞巴迪的这个航空，那他们也可以做一些飞机什么东西，但是它在太空这一方面相对是比较弱。它从1994年成立巴西太空总署到现在，就是成绩乏善可陈，老实讲一直还在摸索当中。可是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优越。你知道法国为什么要在圭亚那那边会有一个库鲁这个太空发射站？因为很简单，就是那个地方接近赤道，你从赤道发射的话，会节省非常多的燃料。因为地球是扁平，在赤道那个地方是比较胖，所以它要到轨道就比较近，可以节省非常多的燃料。那中国大陆如果跟巴西合作的话，以后它很多东西就从巴西那边发射就好了，那就可以节省下非常多的成本。那不管对巴西来讲，对大陆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那当然，中国大陆在南美洲的发展，在中美洲的发展，一定会让美国觉得如芒刺在背。对，那过去美国为什么在非洲没有积极发展？因为他觉得非洲对他没有什么利益可言，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他讨不到什么好处。那可是，在中南美洲这个地方，美国向来是视为自己的后院，被视为它的近暖的。是。那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在中南美洲攻城略地，那美国其实呈现的是节节败退。大家知道，我们台湾过去在中南美洲是有很多邦交国。对啊。那最近这10几年、10几20年，我们丢了一大堆。为什么？其实这就是美国势力的减弱。你以为那些国家是因为喜欢台湾才跟台湾交朋友吗？不是。是因为美国的关系，他才跟台湾交朋友。可是现在这些国家一个一个都离开台湾，跑去大陆这边，那就表示美国的势力越来越衰退，他在中南美洲的影响力比以前弱很多了。那对中国大陆来讲，这当然是他敌人变弱了，他当然要赶快抢占。那可是美国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美国想要在这一方面去跟大陆竞争的话，恐怕只有赶快改善自己国内的经济状况，才能让美国重新站稳。是我们先接下广告哈，广告回来则是要继续来讲了。因为其实在线下这个当下，在红海这边战事持续的在发生当中，美国都第6集了 ，hold 不住就是 hold 不住，到底发生什么事？等等回来说。王毅外交部长，哇塞，一个礼拜之间厉害了！你看他这样跑的，从13号、18号之前，从非洲、埃及啦、突尼西亚这些国家，再接下来转到哪里呢？巴西跟牙买加，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要跑到这么多国家来做访问。那么他说，因为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前景宽阔。那巴西总统鲁拉也会见王毅，他强调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毫不动摇。所以在结束4国马上赶去巴西、牙买加王毅肯定说，各国坚持一个中
中国。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邦交被影响，当然中国外长每年必访的非洲，他说这是传统啦。所以感谢非洲同跟中国建交的53国都以不同的形式对一中原则的坚定跟支持，动作当然很大，也不会停下来。那除此之外，全球都在看的是红海危机喽。红海危机飞弹打来打去，那么虽然美国也去轰炸，那实效如何呢？那么一个报道认为，红海危机对于供应链的影响冲击破坏是比新冠还要严重。那当然冲击影响力不一样，但就全球通膨来讲，他认为可能会在恶化，因为一旦运输被冲击，运价高涨或者是走不通，就会对水果啦、谷物啦最基本的食品都产生影响。当然，物价就会涨喽。那胡塞组织回应说，我们只封锁以色列跟报复英美空袭啊，并没有打算要攻击其他国家的船只啊，所以只想施压以色列停战，就这么简单而已。他的目的不是攻击，是要求以色列停战的，所以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手上。他认为美国只要求以色列停战，就不会有这个红海危机的发生了嘛。但现在有一些爆料资料出来了，包括连欧盟的官员，欧盟外交官波瑞尔，他居然出来告诉大家说，哈马斯现在在以巴冲突里面的哈马斯常年接受以色列政府资助，那这现在打什么？他说被资助的原因目的是要干嘛？是长期以色列培植他们，来作为削弱哈马斯的死敌法塔，来引发巴勒斯坦内斗内战。所以哈马斯之所以壮大没有被消灭，来自于以色列的资助，尤其是这个总理啊，这个目前的资助。当然纳坦雅胡啊是他干的嘛，那他立刻回应说绝无此事。但是一个欧盟的外交官会公开讲这样的话，目的跟原因又是什么？还有以色列暂时内阁还闹分裂，前参谋总长出来讲话了，他说纳坦雅胡彻底打垮哈马斯的主张是在说谎。他说他想在不停火的情况之下救回人质，也根本就是幻想。现在还有100多个人质在对方手上哦。他说外界对以色列领导人阶层已经没有信任了，所以100多个人质生死未卜，战争又一直继续下去的情况之下，在以色列有爆发的这个反政府示威是一波又一波，还有警民冲突发生。尤其是1月20号那天，是有数千人涌到了特拉维夫，要这个重新改选、推选、重新有新内阁，纳坦雅胡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但欧美呢，在中东现在算不算是栽跟头了呢？有15枚飞弹猛攻，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基地被攻击了啊！法新社报道，美军驻伊拉克的空军基地被15枚火箭弹攻击，当然13枚被拦截下来了，有2枚攻击成功，所以有造成这个人员伤亡的问题。那英国呢，有这个画面上看起来觉得很惊奇啦，被形容3宝界的天花板。英国皇家海军扫雷舰开进港的时候，居然去撞到自己的另外一艘军舰，倒船倒车的概念哦，技术真的差到这个地步，是训练的问题，还是怎么会这么瞎？但这个是英国海军扫雷舰奇丁福尔德号在中东巴林发生的事情，还不是第一次哎，倒车倒过头，技术真的很差，没有驾照，倒车倒过头，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过去这个3宝扫雷舰撞友军。3年已经有2次船祸不断的在发生，上一次就发生在2021年，在巴林港口，一样在中东级别。所以呢，这个红海危机还没有解除，对于欧美国家在中东各种的影响跟这个影响力，纳坦雅胡亮哥啊，一直不断有这些事情爆发出来，还能够让他继续维持目前的现况吗？这个艾森科特就是以色列的参谋长。他来挑战这个纳坦雅胡这个有点像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指挥官这个 Zaruzhny 出来挑战泽伦斯基，完全一样。是他在挑战什么呢？他说你定的战略目标根本做不到，他说要消灭哈马斯嘛，他就认为你的战略目标目前在加沙根本没有落实，那还用这样来唬弄大家他就认为纳坦雅胡应该要立即重组战时内阁，要选举，因为他们本来5月要选举，那纳坦雅胡就是不想下台嘛，对，因为他只要选举，他一定输的啦，跟泽伦斯基完全一样，泽伦斯基是3月要选举，他假借国家安全说没有办法选举，不然一定输的。泽伦斯基现在民调只有32，
那个 Zaluzhny 他的武装部队指挥官是70，完全一样嘛。我就说这个就是悲剧了。可是这个可能是以色列这个加沙战争的一个转机哦。因为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是美国也没有办法处理管不了以色列，对不对？那现在以色列自己内爆，那让这个我们说这个艾森考特自己去内爆啊，让这个他们自己去做战略目标的重整啊，因为消灭哈马斯本来就是做不到的啦啊。那至于这个欧盟的外交官这个博瑞尔啊，他去爆料以色列曾经资助哈马斯，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啊。那为什么会他立刻否认呢？因为一定是透过军情单位，透过秘密预算嘛。这个我跟你讲多嘞。他怎么能承认？当然不会承认。我请问你，美国有没有资助过 IS？有啊，是啊，你看我们舰长就说有啊。那美国能承认吗？美国也不能承认啊。那美国为什么曾经资助过 IS？ 因为他当然就是想内乱嘛，制造他们的内乱嘛。对呀。所以那这个肯定也是 CIA 跟秘密预算去弄的嘛。事实上，有人还拍过一个照片啊，说美国以前那个资深的参议员麦坎，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那时候积极想要处理 IS 问题啊，那也跟相关的人开过会啊。那麦坎算是知名人物了，所以大家拍了照。那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参与过 IS 的秘密会议？而且 IS 的创办人，至少那最主要那5个人啊，就是都在美国那个伊拉克盖的监狱里面出来的。美国就是在伊拉克里面盖监狱啊，然后抓到一些游击部队激进分子就把他关起来。是，那一定是进去跟他谈嘛，说你要不要谈个 deal 这样。这个事实上我们在美国的电影也常看到啊。坦白讲，人家都是有所本的啦。你以为好莱坞那么厉害啊？对不对？会自己发明剧情，一定是有一些是真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啦。这个他只是在跟他讲说，纳坦尼亚胡，你不要讲话讲了一副圣洁无比的样子啊。那你现在讲白了说你要消灭哈马斯，根本就是为了自己不用下台，所以坚持把那个目标拉上纲嘛。不就是这样吗？事实上你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现在以色列人都有人开始讲大白话了。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说那个森德口他有正当性？因为他儿子从军去年12月7号被打死，所以他有非常大的正当性啊。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怀疑他的忠贞啦，大概是这样。那难怪啊，100多名还在人质生死未卜的家属，又怎么能够忍受这个现况？战争也不知道还要多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英国海军的扫雷舰出了这个意外，让大家笑说是3宝吗？3宝界天花板吗？居然可以连续已经好几次的意外，都是这个海军的扫雷舰靠岸，把人家其他的船撞出一个大洞或出了意外，怎么回事？舰长，我特别看一下，很多人可能看这个镜头的时候，你可能认为说我们开车你后退的时候，我看不清楚后面嘛，可能没有搞清楚后面距离多远就撞上去。但你不要忘了，这条船是在港里面。因此，他这个时候全船是在就进出港部署。什么叫进出港部署？平常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只有1/3的人在那里当值就是轮流的休息。进出港，全船就位，船头船尾都有人啊，准备带缆干嘛的。所以那个舰长绝对非常清楚，尾巴快要撞上别人。那个舰尾的人会一直跟他讲，我距离多远，距离多远，距离多远，哎，要注意要撞了，什么都会跟他讲，结果还是撞上去了。只有一个可能。你看他不是很快的速度就是他的退车坏了。我现在喊退车，我现在要喊进了，进车来不了，不晓得卡在哪里，他就一直后退就撞上去了。有些船老了，真的有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条撞的船他几岁了呢？39岁了。英国总共造了这个船造了13艘，他卖了2艘给希腊，3艘给立陶宛，然后还有自己留了一些。那卖给希腊的其中1艘有次在海上被一个商船撞成2段，
他撞人家撞成2段，是他直接别人撞他，他变成2段了。它变成2段，然后就看到半截浮在水面，半截在水下。如果你看到那个画面哦，就好像你看到一个车祸把人给弄2段一样。我看到那个当这样，我觉得我天哪，那个真的是很可怕了。这是一个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它的装备故障，而不是说因为说人为的疏失。第二个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塞门组织青年运动这么小的地方，它怎么可以缴获这么大？搞了美国介入就算，还要搞了全世界好多联军在这。这里有一张图哦，大家看完之后哦，请拉近一点，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塞门组织这么，你看到没有？这是也门，对不对？整个的白的那一大块，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左手边是胡塞控制区在哪里？全都在山里面，看到没有？它的山的高度从1000多公尺到3000多公尺，高山啊，几乎那里就是一个像你想象的，就是阿富汗崇山峻岭。所以他打完他就躲到里面去了。哦，那你要怎么消灭它？它又有山洞，又有山的这个所以这些地方是很难的，除非你派地面部队。那地面部队只要你进去，你试试看，这个整个区域就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扩大。美国最不希望就是这个战争扩大，这个扩大会是美国的梦魇，因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可能会起来反抗。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台湾邦交国刚断了诺鲁，有没有可能又+1？下一个外交部现在还没有否认，但是你看看中国大陆的外交的行程却是密集到惊人。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他的惯例就是他的每一年首访都是到非洲去哦。那他今年你看他是走了非洲几个国家之后，到了拉丁美洲去。那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在巴西这个地方，因为第一个大概国际媒体都有报道，就是说巴西这个表达了所谓的支持一个中国，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啊，支持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的立场。那它这里头包含2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代表整个中国；第二个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巴西这个情况，其他国家很少这样，就是中国大陆的中文介绍只有讲到一中政策。这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巴西呢却把它分段讲得非常细那这个表态其实是在去年4月鲁拉访问北京的时候，他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公开的表态。那这一次他再重申，因为王毅特别飞到这个巴西北部鲁拉在一个空军基地，他跟他在那边会面，然后他再重述了一次他的立场。那巴西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密切，除了两边。我们诺鲁被断交了之后，是不是现在传出来，这是来自于澳洲的媒体《澳洲人报》的报道说，我们还有一个断交国图瓦鲁啊，这个驻台大使透露的，正在1月26号大选之后就准备要跟进诺鲁啊，跟中国再次的建交，跟我们断交了吗？那外交部赶快再回应了，他回应的其实没有否认，但他强调我们跟太平洋3友邦啊都是很友谊坚定的邦谊的啦，两国多项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啦，未来还会持续强化合作，但是并没有否认这个消息，所以我们还有+1的断交国吗？那美国有没有信赖对于赖清德最新的即将领军的国政呢？那么包括道格都建议了葛莱伊也建议了他说北京要先听听赖清德就职演说，说什么520是重点，急飞来的这个访问团在当选之后就是来交代他要怎么的对于两岸之间有所定义吗？所以葛莱伊认为先听他说什么，缺乏直接沟通会导致误解。而前 AIT 处长包道格讲的更是有关键的影响力，他说华府可以在两岸之间居间传话，促进更多的沟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认为民进党现在没有办法跟对岸沟通，由美国来吗？那么美国的盟友对中国大陆却释出了善意，这是什么概念？英国的外相卡麦隆传出来这几个月内就会到北京去了，这是来自于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准备要到中国去访问，
正在修复由苏纳克所主导的修复跟大陆的关系吗？那当然包括了前首相特拉斯也说游说英国企业能够加速跟中国的军售。那还有不过当然有个逆向的是，已经前首相强生他说全球需要一个愿意使用武力，就是可以打仗嘛，愿意使用武力又让人难以捉摸的人。他讲的是谁？就是川普。他说，像这样的川普呢，才能够让重返执政是世界的大胜利。那当然就跟这个其他英国现任的官员态度不一样。鹰派如果掌权，对世界真的好吗？那民间企业抗中的脚步，当然跟美国啦、英国啦有点不一样，他自己有自己的路，想办法要存活下来呀。以 NVIDIA 黄仁勋来说好了他在中国区的年会还穿了大花袄来跳舞，大家还笑说：“哎呦，没有穿皮衣啊！”看看这段画面，这看起来是要准备过年尾牙这种氛围，中国风脱掉了皮衣。但是这代表的是 NVIDIA 接下来对中国大陆市场并没有要放掉嘛？那即使美国对于 NVIDIA 到中国大陆的销售一直有各种的限制，但它的动作显然还会有更积极的，希望在大陆市场有所这个领先。那中美回暖了吗？很多说，哎呀，国防高层有要会面，但重点来啦，大陆增持咯，美债。这是7个月以来一直在减持情况之下，第一次增持了美债。这个是根据美国财政部去年11月国际资本流动的报告显示，去年11月增持之后，124亿美元的美债结束了连续7个月抛售的这个趋势，而日本也增持了293亿美元，连增2个月。这个讯息代表什么？代表从中国减持到增值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的微妙变化吗？尤其是2023年下半年，一直寻求跟中国交流的这个结论，似乎有了进展。那所以叶伦就说哎呀，我们期待再次访问中国，中美的金融合作要定期的会晤，这代表着叶伦上次去的这个工作好像有落实了吗？亮哥，对于我们台湾可能又在断交一个国家，怎么看？可能不止吧。可能图瓦鲁之后，瓜地马拉跟海地也要注意那如果都掉了，那就是个位数了。这个确实跟赖清德的言行会有很大的关系了所以这个报道哥跟葛莱伊讲的也没错，就是大家聚焦赖清德，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上任嘛。是。那他也在上任之后，他上任之前保持低调了，因为毕竟还是蔡英文政府那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知道对方的工具箱大概有哪些啦。事实上，更要注意的可能是军事就军事会不会有一些你以前没见过的动作比如说无人机之类的不过这个都是揣测啦，我们就不去做这个猜测这个意义不大。我们还是关注赖清德他对两岸的说法啦那卡麦隆去北京，这个是预期中，因为苏纳克提名他当外长，就是要缓和英国跟中国的关系。因为卡麦隆当首相的时候是公认中英的黄金时期了，那英国也认为他就是最亲中的总理所以就是要修补关系啦。因为苏纳克基本上还是比较反中的，那前面那个更反，叫特拉斯所以目前英国几个部长也是偏反中所以我觉得卡麦伦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讯号。所以未来中英肯定会谈一些投资案或者是一些双方的一些交易啦那至于中国买美债，我觉得是因为你美元交易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被取代嘛，那这个时间买美债会赚钱，因为大家都期待明年就今年第1季或第2季美国要降息嘛，那只要降息，美债就会涨，纯投资考量就对了。对，就是财务投资是那个蔡正元就在讲蔡正元一直说叫你早卖不卖，等到快要涨了你才来卖那现在就是美债要涨的样子因为美国一定会降息啦，因为今年的经济真的不好美国去年
大概还有2.2的成长率。那今年普遍认为大概只有1.4到1.5，所以而且又是选举年，所以降息的几率真的蛮高的。所以纯粹基于这个判断做财务投资并不会意外，不见得是什么中美关系回暖的意思。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财务投资因为它一路卖已经卖到大概8000多了嘛那至于这个 Boris Johnson 的判断跟英国的主流界完全相反像《经济学人》这一期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对全球最大的威胁就是川普当选，没错，刚好跟他完全相反那他们非常担心美国又重回孤立主义那美国重回孤立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英国。对欧洲有好有坏啦因为比如说马克宏他也想当欧洲的老大那美国如果北约的角色下降，那法国乐见接受。那最乐见的可能是中国那可能第一个得到利多的可能是俄罗斯因为川普一定第一时间就把乌克兰战争给处理掉了不过他有可能会一面倒向以色列，所以中东的战争可能会扩大因为共和党没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包袱他们基本上都是白人为主的嘛，所以我估计中东战争会扩大，乌克兰战争会迅速结束那川普跟中国的关系难以预测了，真的难以预测了他就是无可预测的人。可是基本上他会做战略收缩，那战略收缩的话，就是他不会想介入很多地方那这样的情况对中国是相对有利的。这样怎么看呢？台海之间可能的风险，接下来的发展。我首先先谈一下这个外交，因为现在讲到这些外交，其实外交有3个东西在追。外交在做什么？第一个安全，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国家安全；第二个尊严；第3个利益。那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在挑台湾跟大陆要哪一个建交的时候，哪一个有尊严？好比说习近平去访问他，跟我们蔡英文去访问他，他觉得哪一个有面子？很显然是大陆。好比说他国家有安全问题了，是蔡英文说我们来保护你，或是习近平说我们来出动保护你，他会觉得比较安心。当然也是中国大陆。还有利益，中国大陆只要开放一些人到他那里去旅游，他们那里不是要赚翻了？我们能够怎么开放？谁能够为他们做基建？所以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做一个外交选择，他一定跟北京建交，他不会选择跟台北建交。那为什么选择跟台北建交？就是因为底下有一些暗盘。其实说穿了就是如此。那现在大陆越来越强大了，经济力量越来越大了，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跟他去斗，是斗不过的。所以我们非常就是为外交人员感觉到辛苦。吴钊燮也真是没办法，他谁来做，可能大略都这样。但你们能不能够学习一下马英九，就是外交休兵？那我知道民进党不可能外交休兵，对不对？你们一定要这样斗下去。那接着我给你们第2个建议，你知道吗？任何时候别人因为他的自己的利益考量的时候，因为他正常选，他一定选北京。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外交部有人断交，一定先把人家狠狠的羞辱一顿，说他死要钱，死要钱，要这个要那个，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人家也是正常而已，你知不知道？人家要钱不对吗？哪个国家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呢？不要这样。那再隔2年，他愿意跟你的，你今天把他狠狠骂一顿，到时候你可能复交吗？所以不要这样子去。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外交部，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越南，叫做竹式外交。什么叫竹式外交？竹子在这里，对不对？风一来，它会扭，很大的风它会扭；风一走，它会立起来。他永远有他自己的坚持，但是他不会去跟人家去对撞。我们今天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断的选择的就是跟北京对撞。你对撞，你能撞赢也就算了，你要知道。一个小国跟大国的对撞，最后通常就是什么？你知道？就是玉碎。你临危玉碎，最后就是玉碎。接着我要谈一下，很快的谈一下川普。我以前非常讨厌川普，后来我看到2个东西，我从此开始改变对他的这个观念。第一个，有一个网络上的川普好年轻的时候啊，大概比我年轻那个35岁的那种年纪，好帅啊！你不知道是大帅哥。接受人家访问，说他心中的美国应该怎么样？他所说的所有的原则跟他今天讲的一模一样。什么你知不知道？美国第一，我们只要管我们美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看过那个叫做一触即发的那个国防部部长写的他的回忆录，他中间一再的提到川普要从全世界撤军。川普的原则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才不要管世界，我只要管好我美国。美国得天独厚，如果美国不管这么多的狗屁倒灶事，把所有的钱投资在国内，他可以把美国建设得非常好。那你如果实在要叫我去，对不对？我要去也可以，要付费。这就是川普。川普的整个的心思就是我们美国把自己做好就好，不要管别人。是。如果我是美国人，美国利益我会支持，是我会支持川普。哎，左教授怎么看呢？现在以目前的局势来看，外交部的回应显然这个没有否认，就是准备有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外交部要好好检讨，我们断交了这么多国家，在吴钊燮部长任内，但是吴钊燮部长呢，看起来是纹风不动。我觉得完全没有看到吴钊燮不会留任吧？对于这个断交所采取、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我觉得这是蛮让国人失望的啊。那当然，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一次这个断交，这个可能被断交的国家图瓦卢，因为事实上之前就是上个礼拜才断交了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小国这个诺鲁。那诺鲁其实跟澳洲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但是澳洲在这个断交之后，他发表声明，大家可能注意到美国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包括美国国务院，包括美国这个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但是澳洲有没有发表声明？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警讯哦，我们政府跟澳洲的关系到底如何？因为澳洲是美国五眼联盟的国家，也是自诩为美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副警长。那照说，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全力支持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澳洲应该也要发挥积极的角色啊。但是澳洲在上一次断交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声明。那么这一次，如果图瓦卢真的有出现变化，我觉得澳洲的态度就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澳洲在去年11月的时候才跟图瓦卢签了一个协定，就是因为图瓦卢是一个可能会受到气候变迁而导致它这个岛屿沉没的这样子一个国家，所以澳洲就跟他签了一个协定，就是说未来他每年可以接受280个图瓦卢人，因为图瓦卢就只有1万多人的这个他的公民，那么他就是说这样子可以让图瓦卢一旦面临到气候变迁的冲击的时候，他的国民可以到澳洲去维持图瓦卢的公民身份，但是享受澳洲的各项准同于他国民的这个各项的待遇。好，那么因为有这个协定，所以澳洲对图瓦卢的各项重大的对外事务，包括什么呢？安全、警政这些，他都有影响，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包括基础设施。那为什么讲到安全、警政、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在跟这个所罗门群岛建交之后，它扩张它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它主要通过的就是这些安全、警政、基础建设的这些协助。好，所以如果未来澳洲要在这个问题上要阻挡中国大陆去这个跟图瓦卢建交，它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在这些领域上它都可以背锅。但如果澳洲开了绿灯呢，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其实考验的不只是我们政府如何去维系跟我们这个邦交国的关系，也是我们政府号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史上空前好的背景之下，我们跟美国的好朋友澳洲的关系如何？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应该对这个要加以说明。那有没有把握能够通过澳洲去影响图瓦卢，能够去维系我们的邦交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外交部不要在每一次都千篇一律的来说都是中共的打压。那请问我们对图瓦卢这个他所面临到气候变迁的冲击，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要拷问这个民进党政府的。你要真的有心要维系邦交，你要拿出一个实质的做法，真的是能够让邦交国有感才能够维系我们的邦交。我们的外交处境艰难，但是看看中国大陆的部分，